电影《长津湖》中的这些细节，你都注意到了吗？第一，在影片开头，司连说要给七连搬旗子，你们七连的名气很大，号称第7穿插连。兵团党委本来要给你们七连搬面旗子，我看现在要等到打仗以后喽。战争结束后，他并没有忘记约定，将锦旗交给了七连最后一位战士吴万里。第二，在刚开始战斗时，我们可以看到司令员帽檐下的头发还是黑的，而在战斗结束后，他的头发变得花白，可见他对此次战争也是日夜操劳，心力憔悴。第三，在最后报人数时，几乎每个连都伤亡过半，而七连也只剩下了吴万里一人。第7穿插连应到157人，10到1人。但你可能没注意到，吴万里和旁边队伍之间有很大一片空地，说明有几个连全部牺牲，一个都没存活下来。营长谭子维所在的9连就是其中之一。第四，你知道吴万里说的恢复7连建制是什么意思吗？恢复7连建制。一个连队几乎全部牺牲后，通常有2个结局，一种是直接取消番号，这样可以避免向新人介绍连队历史时不用告诉他我们连当年全军覆没；另一种就是保留番号，将人员调入，把名额补齐，这就叫恢复建制。而7连只剩吴万里一人，他要求恢复建制，这句话已经代表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要继续为国家战斗下去。如果不恢复建制，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返乡休息了。吴万里从一开始跟在哥哥身后的小屁孩，俨然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英勇战士。电影《长津湖》中你绝对没发现的细节：第一，吉安车站的5千里给独臂站长点烟时顺走了一盒火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为了凸显人物性格，但这其实是一个伏笔。在最后总攻时，5千里就掏出了这盒火柴，点燃了炸药包，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抗战条件的艰苦，连火柴也要从别人那里顺。第二，如果你细心观看，就会发现，在战斗时，于从容还不忘从美军桌上顺巧克力。营长谭子维奋力搏杀了2个敌人后，探出头查看情况时，嘴里还嚼着东西。其实这里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当时的志愿军条件非常艰苦，由于没有后援补给，造成食物短缺，所以只有在打下敌军阵地后才吃得上东西，边打边吃也符合当时的情况。第三，于从容和5千里分别请求炮营营长帮忙多轰一轮。老杨，7连进攻方向，帮我多轰一轮。甚至在炮营被敌军摧毁后，不惜伤亡也要去帮他们抢炮。7连长，给炮营抢炮去！因为在这场战役中，我军的重武器远远少于美军，而炮火多支援一次，7连的伤亡就会降低不少。第四，炮营营长对5千里喊：5千里，你他娘的再给老子抢4门炮回来！这是因为他的手被敌军打掉了4根手指，要抢回4门大炮才够。第五，在敌军猛烈的扫射下，崩起的石头打到了吴万里的护目镜上，他被震得半天起不了身。正是这个护目镜救了他一命，而这个护目镜原本是雷公的。一个找死的混蛋，永远成不了英雄。知道吗？要冷静，战场上要冷静。在他为了保护队友牺牲后，又一次保护了小战士。第六，5千里在炸桥任务牺牲后，用自己的身体融化了弟弟身上的积雪。吴万里冻僵的身体在温暖的火焰中复苏，他知道哥哥又一次救了自己。5千里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成为那一簇永不止息、温暖人心的烈火。